原石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这世界上有一个穷人，他有很多个孩子，他时常去钓鱼，他的妻子总是为孩子们烤鱼、煮鱼，他们以此为食。穷人的隔壁住着很有钱的哥哥，但哥哥从未给弟弟提供过任何帮助。当可怜的渔夫家没有任何食物时，他总是去哥哥家哀求：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给点玉米面当晚饭吧。”但这些都是徒劳，哥哥从未给过1分1毫。有一次，他们几乎1周没吃任何东西。渔夫决定去捕鱼，并对妻子说：“在我没捕到1袋子鱼之前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”一大早，他坐在水边，时而撒网，时而收网，但就连小拇指大小的鱼都没有捕到。夜幕降临，依旧没捕到鱼，穷人非常生气。好吧，他心想，罢了，我再撒1次网，如果还是没鱼，我就回家。当收网时，他感到着实有些困难。哎呀，媳妇，这里面应该有条大鱼。他艰难地收着网，当网拉上来时，他看到里面有一块大圆石。好吧，没关系，他说道，我把它带回家，至少孩子们可以当玩具。穷人把原石带回家时，孩子们还没有睡觉，他们看到那块大石头便玩了起来。玩着玩着，孩子们更加无法入睡了。他们在房间里将原石滚来滚去，那石头变得越来越亮。他们在欢乐中尖叫。哎，媳妇，你看，这是什么神奇石头？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啊！哎呀，我亲爱的老公，他拍了拍手，这真的是钻石。于是他们商量好，由富人将原石带给国王，看他可不可以用高价买下来。清晨，富人起床后，用一块布包住原石，将它带到国王面前。穷妇人按照礼仪向国王行了礼，她拿出原石给国王。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个的，穷妇人？国王惊叹地问道。妇人告诉他，是她的丈夫在水中找到的。好吧，你这穷妇人，将这块石头给我，我给你1000福林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是真正的钻石。穷妇人没有吭声，只是咳嗽了一下。如果1000不够，我给你2000。穷妇人还是只咳嗽了一下，紧张到一言不发。国王以为他还是嫌少。你这穷妇人，听好了，为了这块石头，给你3麻袋金子，我也不嫌多，你可愿意啊？妇人没有再咳嗽，而是点了点头。国王让人装了3麻袋金子，还给了妇人1辆马车，带她回家。妇人高兴地回到家，当然家中也非常高兴，他们从此不再挨饿。老婆啊，渔夫说道，我们应该称一下这些金子有多少桶。可家里没有木桶，于是他让一个孩子去有钱的叔叔那里借。你们要木桶做什么呀？有钱人嘲笑道。我父亲想用它来称钱，男孩说道。有钱人哈哈大笑。小伙子，木桶在这儿，我也跟你过去看看怎么称钱。有钱人去到他弟弟家，惊讶得目瞪口呆，他从没看到过这么多钱。他问弟弟，亲爱的弟弟，
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金子的呀？”渔夫心想：“等等，我来捉弄他一下。”啊，渔夫说：“这是国王用来换3只猫的。”“这怎么可能啊，我亲爱的弟弟！”“确实如此，我亲爱的哥哥。国王的宫殿里有很多的老鼠，多到国王陛下和他的家人都无法吃饭。我在路上听到了这一消息，于是带着3只猫作为礼物送给了国王。嘿，你是没看到国王有多高兴，他立刻赏了我3麻袋金子。”有钱的哥哥听完，转头就走。他花重金，将全村以及邻村所有的猫都买了下来，并将它们放在马车上，运给国王。“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”国王问道。“我听说国王陛下非常需要猫，所以我将它们带来了。”“这袋子里难道全部都是猫吗？让我看看。”哥哥解开袋子，猫随即跳了出来，在房间各处乱窜。这些猫是怎么了？疯了一般，毁坏了所有的一切。我的天哪，这里是怎么了？这么多的猫！国王下令逮捕哥哥，因为他戏弄了国王。他被投入监狱，或许直到今天还在与许多老鼠作伴。猫则跑得无影无踪。